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。说到挪威，大家一定会联想到绝美的峡湾、冬日的极光、如画的山海步道和世外桃源的小渔村。今天咱们就去挪威看一看。其实整个北欧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片地方，包括挪威，很早就有人住的。不过毕竟苦寒贫瘠，山多地少，一直没啥故事好讲。好不容易到了维京时代，这帮北欧人有了高科技的维京长船，开始出海四处溜达，探险欧洲大陆，开始了维京海盗的职业生涯。什么英国、爱尔兰、法国，甚至冰岛、格陵兰和北美，维京人都去骚扰过。挪威王国从金发王哈拉尔一世开始，风风雨雨，也算延续了500年左右的统治。后来1349年，一场黑死病，国力大减，只好跟在丹麦和瑞典后面当小弟。又过了500多年，到了1905年，挪威才正式独立出来。1969年，挪威旁边的北海发现了石油，从此挪威人民就走上了康庄大道。现在这帮北欧土豪坐拥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 1.7 万亿美元，人均30几万，撑起一片岁月静好、和谐社会。挪威好玩的地方也挺多的，主要有南边的4大峡湾和3条去3块大石头的经典步道，还有北边北极圈里的罗弗敦群岛，北方巴黎特罗姆瑟，再有就是首都奥斯陆、峡湾之门卑尔根和各种美丽小城镇等等。今天咱们就先直奔主题，来看看绝美的4大峡湾。先从最南边的吕瑟峡湾开始吧。吕瑟峡湾全长42公里，两岸悬崖几乎垂直上下，最高有1000多米，是4大峡湾里最险峻的一个，非常震撼。3大经典步道里有2条都是在吕瑟峡湾的。体力一般的同学可以考虑走去步道时，来回4个小时8公里，是3块石头里最容易走到的一个，但峡湾风景非常值得，性价比最高。另一个是奇迹岩，一块卡在悬崖间的大石头，步道难度要大一些，也远一些，来回走10公里，要至少6个小时，但也是能做到的。一路上的风景也是动人的美丽。当然，要是你够胆大，还可以写好遗嘱，上奇迹石打卡，换一张可以吹一辈子的照片。去看吕瑟峡湾，大家可以飞到斯塔万格，从那里可以搭游船看峡湾，也可以自驾或者坐巴士到步道起点，去走步道石和奇迹石。再往北一点是哈当厄尔峡湾，这条峡湾179公里长，世界第3，挪威第2。和吕瑟峡湾比，哈当厄尔峡湾就是一个岁月静好的田园风光。这里的海水最平缓，两岸也不是悬崖，有很多果园。春天果树花季，各色苹果花、樱花、梨花，配上雪山峡湾，绝美风景。因为哈当厄尔峡湾风景温婉柔美，母仪天下，人称峡湾皇后。哈当厄尔峡湾也有很多种玩法。喜欢徒步的同学，推荐一个皇后步道徒步，难度不大，就是比较长，15公里，要6、7个小时，但是峡湾风景尽收眼底。这里看到的峡湾其实是哈当厄尔峡湾最漂亮的一个分支，叫瑟尔峡湾。还有一种玩法，就是从艾德峡湾小镇、洛夫特斯这些地方上游船，坐船看峡湾。其实峡湾还是从高高的岸上看最震撼，但是坐船的好处就是轻松，吃吃喝喝，而且看得很全。如果您是自驾的话，沿着哈当厄尔峡湾和瑟尔峡湾，一路有很多世外桃源的小镇可以看，比如艾德峡湾镇，附近的沃林斯瀑布很有名。果园小镇洛夫特斯的苹果园和樱花。恶魔之蛇步道的起点小镇奥达都很有意思的。自驾的话，有一条哈当厄尔全景公路，全长158公里，穿越峡湾两岸，可以看到很多小镇和峡湾美景。说到恶魔之蛇，这个就是3大步道里难度最大、风景也最牛的一条了。步道全程20几公里，至少要10到12个小时，所以不要轻易尝试。但是有公认的最惊艳的峡湾景色，而且打卡的那块石头也最震撼。严格来说，从恶魔之蛇大石头上看到的不是哈当厄尔峡湾，也不是瑟尔峡湾，是一个封闭的冰川湖。但是因为就在哈当厄尔地区，大家一般都是一起安排的。
离哈当厄尔峡湾最近的大城市是卑尔根，从卑尔根出发，自驾或者坐巴士可以到很多附近的景点。从哈当厄尔峡湾再往北一点就是松恩峡湾了。松恩峡湾是挪威第一长、世界第二长的峡湾，号称峡湾之王，全长205公里，而且很深，最深的地方1308米。松恩峡湾有2个最漂亮的旁支，纳柔伊峡湾和爱玉兰峡湾，都可以坐游船玩的。纳柔伊峡湾很险峻，最窄的地方只有250米，两边1000多米的悬崖。爱玉兰峡湾就宁静美丽很多，附近是典型的挪威乡村景观。松恩峡湾有几种玩法，不开车的同学们一般都是坐火车从卑尔根到弗洛姆小镇，然后从这个小镇出发坐游轮。最经典的游轮线路是从弗洛姆到古德旺根，航程2个小时，号称世界最美峡湾航线，打卡爱玉兰峡湾和纳柔伊峡湾。从卑尔根到弗洛姆的火车的最后那一段，米达尔到弗洛姆，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，是有名的弗洛姆山地火车，又一个号称世界最美的火车线路。一路上有瀑布、高山、峡谷，中间会在休斯瀑布停车，给你时间拍照。硬核一些的同学可以考虑徒步或者骑车。松恩峡湾和支峡湾周边有很多步道，比如从古德旺根、巴勒斯特兰等等这些小城出发的步道，还有沿着弗洛姆山地火车线的弗洛姆山谷步道等等，风景都很好。如果体力比较菜，可以坐车去那个斯泰加斯滕观景台，在爱玉兰斯旺根附近，是看爱玉兰峡湾全景拍照的绝佳地点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其实峡湾沿线的这些珠玉小镇，弗洛姆、巴勒斯特兰、爱玉兰斯旺根等等，都很安静平和，世外桃源一样，很值得体验。可以考虑在民宿住2天，再尝尝自酿苹果酒、三文鱼、羊奶奶酪等等挪威美食。4大峡湾里最北的一条是盖朗厄尔峡湾。这个峡湾其实很短，只有15公里，因为它是另一个峡湾斯图尔峡湾的分支，但是风景比其他峡湾毫不逊色，景点也多。盖朗厄尔峡湾的北岸悬崖上有个7姐妹瀑布，是个打卡的景点。7条平行的瀑布从250米高的悬崖倾泻而下，有点气势的。盖朗厄尔峡湾的东端是个小村，就叫盖朗厄尔。从盖朗厄尔往北，沿着那条有名的7扭8弯又险又陡，绰号老鹰之路的63号公路上山，就到了半山腰的鹰路观景台。俯瞰整个盖朗厄尔峡湾与盖朗厄尔村，视野很棒。还有一个更高更远的观景台，叫盖朗厄尔天空步道，在小村东南的达尔斯尼巴山上，可以看到最全景的雪山、峡谷、小村和峡湾，很震撼，就是离峡湾稍远了一点。另外还有一个弗吕达尔观景台，也是个热门打卡点，是挪威旅游局官方海报的经典取景地。当然了，盖朗厄尔峡湾附近也有很好的步道，比如走到斯卡格弗洛小村去看7姐妹瀑布，顺便感受一下几百年前挪威农民的艰苦生活，很有意思的体验。到挪威看峡湾，夏天最好，6月到8月，天气不冷不热，路上没有雪，各种火车、游轮都运营。9月份也可以，天气已经凉了，但是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秋色。春天去的话，4月开始冰雪消融，瀑布水量大，5月开始果园花开，色彩斑斓。但是春天有些高山路段，比如达尔斯尼巴山还是有雪，上不去的。冬天也可以去，人很少，雪很多，孤高清冷，红尘已远的绝世风景，就是能去的地方不多，很多地方封路，要做好功课。比如盖朗厄尔峡湾冬季几乎玩不了，不过松恩峡湾的弗洛姆游船冬季是有开的。每个峡湾都至少需要个2-3天，因为除了看峡湾，还有周边的小镇和步道风景。一般大家都是选1-2个峡湾，然后在附近活动，比如选松恩峡湾，加上弗洛姆小镇和弗洛姆山地火车，或者吕瑟峡湾，再加上徒步步道时。好了，今天的挪威峡湾篇就先到这里了。多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的话请点赞、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